进入9月份，秋高气爽，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多肉植物离变美又近了一步。不过所谓好事多磨，就目前的气温来说，北方部分地区和南方大部分地区中午的温度依然会超过30摄氏度，也就是说秋老虎依然还在，肉还是有潜在的危险。所以越是胜利在望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多几个小心，别让肉死在变美的途中。大家好，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今天我们分享一下9月份养多肉的注意事项。小心浇水。夏型种和春秋型多肉植物因处于生长期，可充分浇水，特别是在天气晴朗时，由于蒸发且大，土壤很容易干燥，更要及时补充水分。冬型种多肉植物如果已经开始生长，也要注意浇水，原则就是遵循8月份的循序渐进法则，以满足生长需求。无论什么类型的多肉植物都要避免盆土积水，以防烂根。也不要在中午前后光照最为强烈、温度较高的时候浇水，以免因温度突然变化而导致植株腐烂。对于景天科的山地玫瑰、小蓝衣、雪莲、冬云等植株成连座状的种类，以及瓦韦科的寿、玉露、万象等种类，番杏科的生石花、肉锥花等种类，浇水时要避免水聚集在叶丛的中心部位，以免烂心。秋雨连绵这种天气会使土壤空气长期处于水分饱和状态，对多肉植物的生长极为不利。因此若遇到这种天气，要注意防雨防涝，将花盆放在雨淋不到的地方。另外要小心的是，不管哪种类型的肉，选择在晴朗有风的晚上进行最为适宜。小心太阳。9月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是天高云淡，但是南北气候差异较大，部分地区正午走在大街上，还是会有燥热的感觉。多肉植物的遮阳网此时已经逐步撤掉，大部分皮氏的多肉品种都可以安心的接受光照，但我们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夏型种多肉植物可放在阳台外侧的花架、庭院、露台等室外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方养护，即俗称的露养。春秋型和冬型种多肉植物可放在半阴处或光线明亮又无直射阳光处养护，烈日曝晒和过于阴蔽都对植株生长不利。油柑本月秋高气爽，空气的通透性好，能见度高，在晴朗的天气里，中午前后阳光特别强烈，极易灼伤植株，尤其是玉露、寿、万象以及某些品种的生石花、肉锥花更容易被灼伤。无论什么类型的多肉植物，如果植株长期在室内或者其他光照不足处栽培，都不要突然移到阳光下曝晒，以免灼伤，轻则留下难看的疤痕，重则整株死亡。各种不同种类的弹簧草虽然是冬型种多肉植物，但本月正处于新叶的生长阶段，如果此时光照不足，会使叶片徒长，卷曲程度不高，看起来跟韭菜似的，很难突出品种特色。因此这类植物一定要给予充足的阳光，使其具有较好的品相。小心翻盆。之前咱们讲过8月底和9月初可以根据情况给有翻盆需求的肉进行翻盆。有翻盆需求的肉主要指的是花盆太小的多肉、盆土板结的多肉、根系有问题的多肉和夏天发生过病虫害、有潜在虫卵或病菌的多肉。趁此时翻盆修根换土，可以让肉在接下来的生长期心无旁骛的变美。不过要小心的是，翻盆后的多肉一定要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度过浮盆期，特别要注意中午不能晒到太阳。对于芦荟科、瓦韦属、12卷属的万象、玉扇等有粗壮肉质根的种类，在翻盆时可将健壮充实的肉质根掰下，插于培养土中，向端露出土面0.5厘米至1厘米，2至3个月左右就会有新芽长出。对于大多数种类的多肉植物，本月都可进行扦插繁殖，包括叶插、枝插等方法。扦插前应晾几天，等插穗伤口干燥后再进行，以免腐烂。本月可继续进行播种繁殖。
对于正处于开花期的生石花、肉锥花等番杏科多肉植物，应注意进行人工授粉，以结出品质优良、出苗率较高的种子。小心砍头和露叶子。熬到9月份，终于可以给涂成青菜的肉砍头了，同时露叶子夜叉繁殖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不管砍头还是露叶子，都会或多或少的给肉留下伤口，此时一定要小心，在伤口还未干燥愈合的时候，不要晒太阳，更不要浇水，以免肉黑腐。不管是变美还是繁殖，首先要保住肉的性命。8月份养护多肉植物的原则主要是4个字：循序渐进。而9月份的养护原则也有4个字，就是小心为上。如果说多肉植物在盛夏时期死亡属于不可抗力的天灾，那么多肉植物在9月份死亡绝对是疏忽大意的人祸。9月份在多肉变美的同时，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在安全健康的前提下，多肉的美丽才会更加长久。以上就是总结的9月份养护多肉的知识点，希望给新手朋友提供一点参考和帮助。由于水平有限，文中难免会出现错误疏漏之处，还请大家在评论区批评指正。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验，帮助更多花友。如果喜欢我的内容，还请点赞关注并转发给更多花友。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